你有听过失语症吗？你知道就连好莱坞的硬汉布鲁斯威利都因为失语症的关系只能选择退出演艺工作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失语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美国知名的动作演员布鲁斯威利突然抛出了一颗震撼弹，他的家人们在社群网站上面宣布说，布鲁斯威利因为被诊断出失语症，决定要退出影坛，结束这40年来的演员工作。虽然已经67岁但一直到近几年，布鲁斯威利都还有持续的接拍新片，而他很难死的硬汉形象也一直让许多人印象深刻，甚至不断的都还传出经典的终极警探还有要拍续集的消息。但是就连这么硬朗的布鲁斯威利，面对失语症也无能为力。究竟这失语症到底是何方神圣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失语症是什么，得到失语症的人会怎样，而我们还有机会看到接受治疗后的布鲁斯威利重新复出吗？不过在开讨论之前，按照惯例还是先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最近志奇团队在招募厉害的新伙伴咯，我们想要征求全职的影片内容计划，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写脚本、发想节目计划，迎接各种经营频道会遇到的挑战。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知识领域专长，只要你擅长写作，很会收集资料，逻辑清晰，具备独到的观点，而且乐于沟通，能把复杂的东西简单说清楚，那你就是我们希望能邀请到的人才。那当然，如果你已经有文字、影音创作或者是节目频道经营的相关经验，那就更棒咯。那如果你认同这一期新频道的理念，也想要加入我们的行列，那就赶快上我们的官网去看看职缺内容吧。讲到失语症首先得提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其实并没有正式的被归类成一种疾病，而是一类因为脑部病变之后常会出现的沟通障碍症状。失语症的人并不是真的会完全的失去语言能力，或是忘记怎么讲话，他的智力和认知功能都还是正常的，但是针对语言的表达和理解上面会出现一些特别的障碍。比方说他想要请人帮忙从冰箱拿饮料，却只讲得出那个在厨房大大的有门的东西，而是讲不出冰箱这个词。又或者明明别人是说我明天想要去新开的店吃饭，他却会听成我明明觉得新屋的店都很痴呆。刚刚讲到的状况大家可能也不算陌生一般人生活当中偶尔也会出现，常常还会闹笑话。但是对得了失语症的人来说，他几乎是时时刻刻都要面对这种状况，这个时候可就很难笑了，因为生活会变得超级不方便，身边的人也很容易就对他不耐烦。这边我们先不论失语症究竟是不是一个病的这个问题，一个人原本好好的，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呢？简单来说，之所以会得到失语症，主要就是因为大脑掌管语言的区域发生了病变，而这个区域呢，通常在我们的左脑。会导致大脑病变的原因有很多种，最常见的就是中风，也就是大脑中的血管有病变，而像是意外的脑伤感染或是脑瘤呢，也是可能的原因。而另外一种原因则是神经退化性的疾病，这是最难预防的一种。有医生认为布鲁斯威利的状况可能就是这个。那话说回来，因为大脑掌管语言的区域不止一个，所以根据病变的原因还有部位不同，失语症的状况也会不太一样。所以虽然都叫做失语症，但就像前面提到的例子，不同人之间的状况常常都会不太一样，这导致失语症的分类系统变得很复杂，也充满了许多的争议。不过在这些分类系统当中，还是有一些大家普遍比较能够接受的分类。一般来说，最简单的分类方法就是分为表达型跟接受型。顾名思义如果主要是在语言的表达上面出现问题，就是所谓的表达型。这类的人对语言的理解通常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自己要讲话时，就会断断续续、语句破碎或是严重的口技，讲一句完整的话变成非常大的难题。而接受型的人虽然可以流畅的说话，但讲出来的话常常难以理解。有个语言治疗师就曾经分享，他曾经问过一个患者说：“你今天好吗？”对方很有礼貌且流畅的说了一串：“今天还算不错，黄色的、红色的匾，妙名草间学生。”相信应该没有人可以理解后面那一段话的意思，但这类的人呢，因为能够流畅的说话，往往不容易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而这样的分法虽然有点直观但其实是有点过度简化的，因为失语症的状况呢，还有许多不同类型，不太有办法直接归到这两类。比方说，有一种忘名症，只会特别对人事物的名称有辨识困难，或是有的人讲话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遇到阅读或是书写就会出现障碍。还有一种是传导性失语症，这类的人呢，还算能够顺畅的进行对话，虽然时不时会语无伦次，但还有办法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尝试改正。
不过如果要他们重复别人说过的话，就会遇到障碍。而最后就是最辛苦的全面型失语症，这在表达跟接受两端都有严重问题。不过不管是哪一种状况只要有失语症，人的生活一定会受到影响。那么失语症是有办法治疗的吗？以目前的医学来说，并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治疗失语症。而严格的说起来失语症本身并没有办法透过任何方法来治疗。不过这并不是说得了失语症就没有救了。透过语言治疗，他们还是可以维持或者增进、重建一定程度的沟通能力。而这就需要仰赖专业的语言治疗师或者是复健科医师。而除此之外呢，因为每个人得失语症后的状况都不太一样，这让治疗失语症这件事情需要非常的个别化，针对不同的状况拟定特殊的治疗计划。比方说，对于无法流畅表达的人呢，就会需要重新从这个单字或者字词开始训练，再进一步的练习讲出完整的片语、短句甚至是长句。中间要是卡住了，可能就会用图示或者嘴型来给予提示。但如果是可以流畅表达，但语言理解有问题的人，需要的就会是不太一样的训练。比方说，他们需要先学习停下来听指示，避免一直讲没有人听得懂的话，而接着才是拿生活中常见的语词来训练，重新理解这些词语的意思。那以布鲁斯威利的状况来说，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手接触他的医师跟治疗师，所以这里当然很难直接说他要怎么治疗或者治疗效果怎么样。但以一般的状况来说，要能够完全恢复到原本的沟通能力，甚至是可以胜任这个表演的工作，恐怕还是不太容易的。那听到这边，有的人可能会想，会有失语症不就是因为大脑受损了吗？为什么经过训练之后还可以重新学会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就要了解一下，当我们在记忆或是回想一个东西的名字时，大脑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呢，我们的大脑所记忆的每一个名词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由许多相关联的概念共同组织而成。比方说，当我们想到苹果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呢也会下意识的同时想到水果、红色或是甜这些相关的词义概念。那这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我们可以理解当失语症的人想不起来某个名词，代表他原先脑袋里面习惯寻找这个名词的路断了，所以他搜寻不到这个词。但就像我们平常习惯走的路被封了，我们还是可以借着导航或者其他的方式找到替代道路。因此，当原先的连结不管用时，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像是特征、用途会出现的时间、地点等等相关的讯息，帮助他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词汇网络。有位治疗师就曾经分享，他在帮助一个个案回想碗这个词的时候，他发现蛙柜这个提示对他来说是最有感的。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治疗过程当中呢，透过蛙柜与碗的连结，个案找到了替代道路，重新能够想起碗这个词。这个做法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难感觉起来一般人好像也可以尝试吗？没有错，虽然语言治疗是一门专业，但许多医师都会强调，在有限的治疗时间之外，如果能让患者能够恢复得更好，最重要的其实是平常生活中亲朋好友的鼓励与协助。那具体上来说，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要与失语症的人相处，最重要的原则其实就是友善沟通。比方说，不要催促他们，如果对方讲错或是没有讲好，也不要责怪他们，或者急着讲话剥夺了他的练习机会。而除此之外呢，也要记得不要把对方当小孩。虽然他的语言能力出了问题但在其他方面还是一般的大人。而除了避免前面讲的这些事情之外，在和失语症的人沟通时，也要记得放慢语速，并且尽量用比较简单具体的词语。有的时候也可以多用一些不同的沟通方式，像是手势图卡等等作为提示，先从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词句开始，循序渐进，慢慢的协助他重新建立起新的词汇网络。而顺带一提沟通过程中呢，只要使用正常的音量就可以，因为它并不是听不到，只是处理这些语言讯息需要更多的时间。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在这里我也要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的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在研究失语症这个题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深深感觉到失语症的人和他们的照顾者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难以沟通甚至是无法沟通的状况，就算不是失语症，大家一定也多少经历过，相信都能够想象这种崩溃的感觉。但是对失语症的人来说，除了沟通困难本身带来的困扰，他们往往还要多承受一种原本很简单，现在却做不到的挫败感。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有许多失语症的人到后来都会同时出现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不过我们也认为，如果大家对于失语症有更多的认识，也都愿意练习跟尝试前面提到的友善沟通原则，相信应该可以减少一些他们的困扰。但话说回来，如果大家都做到友善沟通，那么不只是失语症的人跟照顾者，相信整个社会上面每个人应该都可以更舒服的一起相处吧。那最后想问大家的是，如果今天你无法用习惯的语言跟大家沟通，你觉得最大的困扰会是什么呢？想要讲什么却没人听得懂，超崩溃；逼别人讲什么我都听不懂，超崩溃。所以沟通总是可以找到办法，但怕的是大家就都不理我了。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会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失语症。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失智老化以及手语沟通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智力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